哎，你说外国家长孩子大了不找对象会不会催婚？也会。温迪已经把大胖媳妇逼到相亲角替他妹妹物色对象去。温迪的大女儿就玛丽莎嘛，31了，在加拿大的海洋馆工作。前段时间处了个对象，是个华裔。温迪这心里啊挺喜欢，因为华裔的男性给外国人的整体印象是勤劳工作、攒钱养家。但是后来呢，俩人没成，挺可惜的。然后玛丽莎呢，现在就在海洋馆里天天跟这海豚唠嗑，加班不回家呀，就跟他待着。温迪就着急呀，所以上次来中国就问大胖媳妇：“你看这儿全是华裔，在这儿找合适的呢？”大胖媳妇说：“找对象可难了。你看咱自己家人啊，我有话就直说，我肯定爱我妹妹，但是客观来说，她没房没车，赚的不多，心宽白又胖，爹妈靠不上，咋找？”温迪说：“你说的不是你吗？不是你吗？你咋找着了呢？”温迪不理解，他就说：“我想起来，在中国有一个奇观，就是从故宫出来，在公园里有个相亲角，那么多老头老太太，7老80的了，都搁那找对象。我女儿这么年轻，那不是分分钟的事吗？”大胖媳妇说：“那老头老太太是去给孩子找对象去了，不是给自己找。玛丽莎想找，也得老人先去。”温迪说：“那你就先带我去呗，反正你现在长得也不年轻，不年轻。”大胖媳妇还真去了，到那跟我说：“我想了，咱们把格局打开，在这个硝烟弥漫的地方，大家都在拼啥？拼我有什么？那在这个领域上，我们肯定是没有胜算的，我们就得换种打法，另辟蹊径，拼我不要什么。虽然我啥也没有，但是我啥也不要。反方向的卷吗？反方向的卷吗？”然后旁边就站个阿姨，替他女儿来的，举个小牌，上面是他女儿信息。真的啊，女32岁，海归博士，高薪职业，有房有车，父母能给带孩子。然后底下对男方的要求是这么写的：男1.68米以上，大专以上学历，身体健康。没了。我给大胖女儿读完，她都惊了，真有豁得出去的，我咋不信呢？哎，这属不属于恶意竞争啊？恶意竞争啊！然后就来个老头替他儿子来找对象的，就搁这看了一眼那女博士的，又看了一眼玛丽莎，然后问这个是不是体制内呀？大胖媳妇说：“在动物园工作算不算呢？”大爷说：“算。是北京动物园还是国家动物园啊？”大胖媳妇说：“那肯定不是北京的。”老头一听，马上薅走了玛丽莎的简历。我说：“完了，这老头以为你妹妹在国家动物园呢。”大胖媳妇说：“他也没问哪个国家呀。”老头都走了，大胖媳妇还捣鼓呢，咋赢的呢？人家是海归，咱这个只有海都没归。还有这工作是不是体内？啥意思？玛丽莎是喂养海豚，那可不去体内喂去。但是最后呢，就是有感兴趣的，但是没有什么真正的利好消息。然后我就跟玛丽莎说：“我说你要真有心，咱下次去的时候信息就得写详细点，什么车啊、房啊，很多人也报身高体重，这可能都得写。”玛丽莎倒是很真诚，我身高1.61米，体重1。我说：“哎呀妈，你太真诚了。”他说：“没事儿，我8月份不去中国吗？我到中国就瘦了。”我说：“为啥呀？”他说：“我看中国人都很瘦啊。”我说：“这是啥逻辑啊？那你没看着你哥吗？那要照你这么说，你直接去阿富汗，到了就是石油公主，石油公主。但是他呢，还是有心就捯饬一下，就是靓丽一下的。”温迪说：“这得你们帮忙。我的同事小蛋推荐了薄荷健康21天全餐，人家把一整天热量计算好了，吃啥都安排清楚，还顿顿变花样，都是中国人口味。”我说：“薄荷10年前我就用过，他家还出了餐食，这可太适合懒人了。”大胖媳妇呢就觉得希望不大，不怎么努力。温迪自己非常要强，给我设计了一个模板，邮件发来了，说：“我儿子不努力，他带去那玩意儿就没有设计感，感觉这人不用心。你看我设计的，你到时候就用 A4 的白纸给我打出来，别的话别说，中间就放一个玛丽莎的大照片，咱长得挺好看的，底下就2行字儿，玛丽莎。一个爱笑的女孩。你看我这个设计还不是说纯白纸，你看周围我还设计了一圈小花，到时候你就往出一发，咱要求的也不多，就详聊呗。我说：“哎呦我的妈，你这要求的是不多，但是你要的别人也不敢给呀，不敢给呀。”我可怜的婆婆温迪啊，发了1周高烧，因为追星，她喜欢一个男歌手叫肖恩蒙德，好像是98年的，在加拿大的严寒之下穿小短裙，光排队排了4个小时。最有意思的是，我婆婆是和她二姨一起去的，二姨名叫简女士，维持is 77。这简女士人严重糖尿病啊，一激动更升糖。我婆婆还得看演唱会期间暂停看她的 idol， 给她8小针降糖，给我婆婆整的也挺不耐烦的。Super idol 的笑容都没你的甜，都没你的甜。我婆婆还喜欢谁呢？喜欢 Rain。在温哥华组团追，怕我不知道他喜欢的是谁，跟我说我喜欢韩国的雨。我说我喜欢东北的雪。他说雨就是 rain。我说啊，他呀，那个人在哪儿都叫 rain， 我们也管他叫 rain， 没人管他叫雨。然后我就很难想象这事我妈能干出来，我就在琢磨，面对衰老，东方和西方最大的差别是啥？中国老人的观念是，老人就该有个老人的样子。比如我妈哈，过了55岁，就是小短头发，带点卷儿，猛踩广场嗨曲的点儿，纱巾上总印着 fashion 的字儿啊，红袜子踩着小人的脸，对不？就这些宏观上显老的因素，她都不在乎。但如果你敢问，哎，你啥时候脸上有褶子？她问你啥时候你准备要孩子？所以咱们的妈妈在拍抖音的时候啊，全用那个特效滤镜把脸上褶子给晕刷屏，就粉嫩粉嫩的老阿姨。那究竟是什么东西透露了青春已凋谢？是那 BGM 里怎么也飞不出花花的世界，花花的世界。
我婆婆呢全是反的，你看马上60了，永远披肩长发到后丘，四季性感小热裤，追星追最年轻的哥哥，游乐场坐最过山的车，口红涂的比芭比都粉，夜店跳舞比小姑娘还能，就是不管脸。所以我妈和我婆婆面对衰老哈，有这种复杂的对立而统一的关系，有时候他俩还能打破中西文化的壁垒，互相支招呢。先是我婆婆给我妈支的招，她跟我妈说，你要想变年轻得美黑，这个褶子啊，它实际上是一个沟壑。为啥你能看出来它是褶子呢？是因为这个沟壑它在皮肤上出现了阴影。那如果你整个皮肤在黑夜里，何来阴影？一黑遮百褶了，一黑遮百褶。我妈说你这是属于掩耳盗铃式衰老。你看我们亚洲人看着就不老，2个招：居家电波法和哈哈大笑法，就哈哈哈哈哈。咱先说居家电波法有用，这点我跟我妈是一致的。我脸上刚开始有褶子，我就买了雅萌他家 ACE 3代的射频仪。但是吧，我这个下颌线啊，都不是说不清晰的问题，我属于就下巴和脖子连一起了，八脖一体了，属于八脖奔来奔波霸的。所以我又整了一个升级版的 ACE 5代射频仪，它新增这个 Power 档，就可以针对额头、眼周、脸颊、下颌线4个不同部位定制输出能量，跟1-2万次的热纳啥都是一样的分区操作，而且它是一次性吧输出3重能量，表皮层用红光，真皮层用射频，肌肉层用微电流，整个就是一个3D 式的抗老修护，每天6到10分钟，眼角的小纹是淡了，你瞅瞅。现在他在俺家属于共享光波，电波法吧，我婆婆还行，大笑法真给她害惨了。有一次我婆婆跟我女儿视频，就看我妈在视频的背景这样。温迪就问我女儿，你家地板漏电了，你姥这是什么造型啊？我妈跟温迪说，这招特别有用，最好会110个老太太跟你一起笑，背朝大树，就用你们英文词就是 laugh and enough， younger 10年都 not enough。我婆婆就开始有点信了嘛，没找着老太太，找她俩闺女跟她一起练。我只能说，公公，我对不起你。最近呢，生了一点小病，做了个小手术，先不要同情我。平时你在家想躺下，这个找你，那个找你，全是事儿。现在往这一躺，啥也看不见，啥也不操心。我对外说呀，这个借着休息，我也要提升一下自己，读读书。但实际上呢，我这几天，医生啊就跟大胖媳妇说，手术之后啊，好好照顾你老婆。大胖媳妇说，那肯定的。但是他对照顾这个词儿呢，他有他自己的理解。我说你呀，就在家管好孩子就行，你不用来管我。他说我一定做你最爱吃的东西给你送过去。在家做好了菜，摆完了盘，还用保鲜膜都裹好了，送到了医院。一打开哈，不是汤，不是粥，是厚厚切的3分熟大牛排，在病床前就硬给你伺候出一种如毛饮血的感觉。我都不再觉得我在病中，我觉得我就是武松，我就是武松，我要打虎。关键呢，牛排也就牛排了，他忘带刀叉了。他说媳妇你别着急，我出去给你要。然后出去之后，挨个护士站问你有刀吗？我说你可别问了，你再往里走就是肛肠科。搁那个地方，你说他敢给你刀，我也不敢用啊，我也不敢用啊。但挺贵，牛排咱不能浪费，就只能拿手直接抓着啃，都滴血。他说其实我这个菜哈挺有巧思的，我给你选的这块肉是 beef rump， 就是牛屁股上最好吃的那块肉。巧了，没有带刀叉，你只能啃。所以你面前这道病号餐的名就叫肯定能行，肯定能行。然后我妈在铁岭听说了，给他骂了，肯什么定肯定。接下来这3天啊，就清淡，只有清淡，你懂不？我也不知道大胖媳妇是咋回事，她有时候记汉语她是错乱着记的，她早晨听的就是清淡，到晚上就记成了淡清。夜深人静，大胖媳妇摆好了20个水煮蛋，不自理蛋，不自理蛋。然后我呢恢复挺好，提前就出院跑家去了。回家发现妈就走了3天，翟奥达居然瘸了。我说翟奥达你怎么能瘸呢？翟奥达说我就在家蹦蹦床，学我爸后空翻掉出来了，脚崴了。我就纳了闷了，都说爸爸带娃活着就行，我看活着咱也费劲。没事，妈有新东西，这小度天天闺蜜机，27英寸的类纸屏，追剧超爽，不伤眼，还能自动唤醒。小度，什么事？我要看张彩玲脱口秀，能唱 K， 配上送的麦克风，这立体还原音效，随处可 party， 不能 AI 健身，这小人会同步我的动作，进行 AI 实时纠错打分，这就好像请了个私教，又不比我办卡。我后来实在忍不住，我问大胖媳妇，我说孩子摔着的时候你干啥去了？她说我在拉屎。我说你怎么老拉？你一拉一泼怎么那么长时间呢？大胖媳妇说我2天吃了25个蛋黄，那叫一个干呐，那叫一个干呐！哎，我感觉我都能开到8指了。我当时真有心，我就顺转抛得了。我本来寻思吧，回家了挺好的，但是我妈又做了一个失策之举，非得让大胖媳妇给我补。大胖媳妇根本不知道啥叫补。我妈说，就比如买个鸡，比如买个甲鱼。然后我妈知道她啥事儿，老爱问我，就跟她说，你别老问她，你让她静养。你去趟菜市场，能补的这些食材你都能买回来。大老爷们这点事办不明白吗？大胖媳妇呢也努力了，带着翟奥达一起去的市场。鸡呢办的没毛病，到处问我要本鸡，人家没听懂，她查下词典啊，我说的没有错 ，stupid chicken，stupid chicken，yeah。
给我挑一个最 stupid 的。至于乌龟呢，稍微有点难，然后咱还一直帮他爸去搜。啊，乌龟是 turtle 这儿 stupid chicken 这儿也没有 turtle 啊。爷俩在市场室内室外走了2大圈，最后还真买回来俩。但是呢，有点困惑。回家时候问我，龟买着了，是吧？3厘米大不说，这咋还印个小猪佩奇呢？stupid turtle 啊，stupid turtle 啊。